春天到了，中国人会做一件事，你肯定想不到，去扫墓。我们会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带上好吃的点心、水果、茶水和酒水，一起去墓地，陪逝去的亲人坐一会儿，甚至和他们聊聊天。这一天叫清明节，每年的4月初，人们会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去扫墓。这不仅仅是怀念亲人的一天，也是一年中春天的正式开始。因为清明节以后，中国的北方基本不会下雪了，而南方呢，也在慢慢变暖。所以这一天对中国人来说，一边是告别，一边是开始。今天让我们通过新闻标题，我来带你一点一点地了解这个中国的传统。我们先来看第一条新闻标题：清明祭扫迎来小高峰，错峰祭扫成主流，绿色新风暖人心。你来读一遍。清明节这一天，很多中国的家庭都会去墓地看望自己去世的亲人，把墓地打扫干净。这个动作在中文里叫祭扫。生活中我们更多的会说是扫墓。大家都在这几天去，路上和墓地的人就会非常多。我觉得你可能一定要问为什么？你是不是以为墓地是这样的？中国真实的墓地其实是这样的。所以新闻里说迎来小高峰，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去墓地扫墓的人会一下子变得很多。但是扫墓本来是一个很安静、很私人的事情。如果大家都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去，就很容易变得拥挤。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提前一点或者晚一点过去，错开人最多的时候。这就是标题里说的错峰祭扫。错峰就是故意避开这个高峰的时间，不和别人挤在一起。这样做呢，一方面更方便，另一方面也更安静。标题后面还有4个字：绿色新风。过去中国人在扫墓的时候，常常会烧纸钱。这个纸钱不是真的钱，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把钱送给过世的亲人，让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一点。但是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倡环保祭扫，因为烧纸会有烟，会影响环境，所以很多人现在会选择用鲜花来代替烧纸钱。清明节除了扫墓，还有很多保留到今天的传统。让我们通过第2条新闻标题一起来看一下：清明节传统习俗知多少？注意这些禁忌不能犯。你来读一遍。
你是不是觉得清明节就是怀念我们去世的亲人？其实不是，清明节还有很多的传统，比如踏青。踏就是踩、走的意思，青在这里指春天绿色的草木，所以踏青就是去春天的大自然里走一走，感受一下新的季节。因为这个时候草绿了，花也开了，天气不冷不热，最适合出门游玩。除了踏青，清明节还有一个很多孩子都喜欢做的事情，那就是放风筝。这个时候，大人会带着孩子去空地上或者去郊外，大家一边散步一边看孩子放风筝。有些地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传统，就是带上柳枝。如果家里有老人，他们一定会摘一根柳枝，编成一个小小的圈，戴在孩子的头上，也是一种感受春天的方式。那标题里说的禁忌是什么意思呢？禁忌就是最好不要做或者不适合做的事情。比如去扫墓的时候，不要穿得太鲜艳，尤其不要穿红色，或者不要去参加别人家的扫墓活动。还有，如果你的身体不舒服，就最好不要去扫墓了。当然，中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禁忌，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亲人的尊重和怀念。那今年的清明节放假是怎么安排的呢？让我们来看第3条新闻标题，还是我来读一遍，你跟着我读一遍。放假通知：清明节连休3天不调休，免费通行享假期。今年的清明节放假是4月4号到6号，一共3天时间，所以很多的家庭会选择一起去墓地。一般我们会很早出门，怕路上堵车。那扫墓结束之后，很多家庭不会马上回家，而是顺便去附近走一走，看看春天的风景，或者一起吃顿饭。你发现了吗？清明节在中国其实很特别，因为这个时候天气非常的好，很多人也会利用这个假期出门走一走，玩一玩。所以清明的假期中，中国的高速公路是免费的，方便大家可以回家，可以扫墓，可以出去玩。我觉得这也是清明节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去扫墓，去陪一陪去世的亲人，而扫墓之后呢，我们继续我们自己的生活，感受春天，和家人一起吃饭、聊天、游玩。虽然我们的方式很安静，一点儿也不热闹，但正是这样的一天，让我们一边想念着已经离开我们的人，而一边呢，又和我们的家人聚在一起。我们把思念、家人和春天都放在了这同一天里。在你的文化里，怀念过世的亲人是安静的方式还是热闹的方式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用真实的内容来理解中文、了解中文，记得点赞关注。我是 Coach 天，
下周我会继续用真实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我们下周见，拜。Learning Chinese doesn't have to be lonely. If you want to learn through real content and keep growing with guidance, you are welcome to my reading club. More details are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are interested.